大家好，本期大问题节目要探讨的大问题是：审美品味的鄙视链是真实存在的吗？近年来呢，在中文互联网上流行一个词叫做 low 啊，说一个人 low 呢是一个贬低人的话。大家要知道啊 ，low 原本是一个英文单词，现在成了中文流行语，但是它在英文中的意思和中文中的意思有所不同。在英文的语境中呢，如果我们用 low 来贬低一个人啊， 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 是说这个人他的做法很可比、很下作啊，这是在道德层面来贬低这个人。但是在中文流行语中 low 并不是在道德上贬低一个人，而是在审美品味上贬低一个人。我们在中文网络上说一个人好 low 啊，其实是在说你的审美品味好低端啊，你怎么这么土啊，怎么这么俗气。或者用我们老一辈人爱用的词儿 low 指的就是低级趣味。就比如说我们80后的朋友都喜欢听周杰伦的歌啊，我们觉得周杰伦的歌呢不仅好听还很优美。但是呢，就比如说我们去相亲的时候，相亲对象问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我说我喜欢听周杰伦，对方说我是听莫扎特的，你喜欢听周杰伦，这也太 low 了吧。凭什么听古典音乐它就是高雅艺术啊，听流行歌曲就是低级趣味，我们很不服气啊。但是呢，这个市面上啊，好像确实存在着这么一种审美鄙视链啊。有些审美品味呢，就会被人说成是高雅的、高端的，而另外有些审美品味呢，就会被人说成是低级的、low 的啊。就比如说，古典音乐就是高端的，流行歌曲就是 low 的；俄罗斯文学是高端的，而晋江文学是 low 的；塔可夫斯基的雕刻时光是高端的，而小时代是 low 的；印象派绘画是高端的，而波普艺术是 low 的。然后呢，就有人发明出一整套描述这些高端审美的黑话，就比如说去看艺术展的时候，他们对着一件艺术品能滔滔不绝说上好久。I'd hardly call this picture marvelous. It's more of a petite bourgeois statement on how Pablo Caesar saw her. He's distracted by the fact that she was an absolute volcano in the sack. 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懂这些高端的黑话，我们看到艺术品的时候就会显得非常词穷，只能发出一种简单且重复的感叹。我操！哎呦我操！哎，这谁设计的？我操！但是凭什么呢？凭什么有些审美品味它就是高端的，有些审美品味它就是低端的呢？你喜欢莫扎特，我喜欢周杰伦，这难道不可以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事吗？为什么要分一个高雅和低俗呢？再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啊，如果审美品味全都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事儿，这会不会落入审美相对主义呢？甚至审美虚无主义呢？也就是说呢，我们就不好说某些文艺作品就比其他一些文艺作品更高级啊，我们就不好说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就比晋江文学更高级，我们就不好说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就比老公老婆我爱你更高级。当我们的孩子沉迷网络爽文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理由劝说我们的孩子应当多读一读卡拉马佐夫兄弟。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大问题，审美品味的高下之分是真实存在的吗？还是说它只是被人为建构起来的？如果它是真实存在的，它存在的根基是什么？如果它是被人为建构起来的，人们建构它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解答这一大问题，本期节目邀请了3个派别的哲学家来参与讨论，他们分别是以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他们认为审美鄙视链是真实存在的，因为美本身就是一种绝对自在的规律或者理念。第二个派别的代表人物是康德，他也认为审美鄙视链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不同于古希腊哲学家，他认为其存在的根基呢，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对象，而是内在于人的主观因素的。第三个派别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波尔迪厄，他认为审美鄙视链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被人为建构出来的，它的作用在于区隔开不同的阶级。好，上面只是简单的概述，下面我们首先来详细说一说古希腊哲学家的看法。古希腊哲学家肯定不会认为审美品味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事儿，美是有绝对标准的，美的就是美的，丑的就是丑的，审美品味当然是有明确的高下之分的。为什么古希腊哲人会认定有这么一个审美的明确的高下之分呢？这是建立在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形而上学就是美是客观自在的，是外在于人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体。毕达哥拉斯就认为啊，我们说一个东西是美的啊，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符合了一种美的规律，这种美的规律是实实在在的，是全世界都一样的。在毕达哥拉斯看来，这种美的规律就是一种数学上的比例关系。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数学绝对是客观自在的，并且是普遍必然的，在所有平行宇宙中，2+2都永恒等于4。在我们这个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可朽的，而数学是不朽的，是永远正确的。毕达哥拉斯就发现了，如果一个东西啊符合了数学上的比例的和谐，它就会产生美感啊。就比如说这个音乐之所以好听呢，就是因为符合了数学。当2个音的弦长为简单整数比时，同时或连续弹奏所发出的声音就是和谐悦耳的。
另外呢，再比如建筑和雕塑领域，我们都知道，按照黄金分割的比例关系去设计建筑和雕塑的时候，这个建筑和雕塑就会显现出美感。这个黄金分割呢，也是一个数学概念，它的比例呢大概是 1.618:1。道理很简单，有一个客观自在的美的规律，一个东西如果符合这种规律，它就是美的；如果不符合，就是不美的。柏拉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这种美的规律就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柏拉图把它叫做理念。柏拉图认为精神性的存在是比物质性的存在更高级的，因为物质都是有朽的嘛，而精神理念就像数学一样是永恒不朽的。现实世界中有朽的万事万物呢，都是对那个不朽的理念的分有和模仿虽然这些有朽的事物呢，它都是不完美的，但正是因为它们部分的分有和模仿的那个绝对不朽的美的理念，所以呢，它们才会显得是美的。那为什么审美品味分高端和低端呢？柏拉图会认为这依然还是物质和精神的配比关系问题。之所以有些人会喜欢刷短视频沉迷网络扫农沉迷这种低端审美之中呢，是因为他们的灵魂不够纯粹，是因为他们灵魂中的精神性的存在，也就是理性，被他们灵魂中的物质性的存在，也就是肉欲所裹挟住了。所以呢，这就干扰了他们对那种精神性的理念的感知。所以他们的审美呢，都是肉欲向的就是什么吃喝玩乐什么老公老婆或者就是那种非常具象化的审美也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形式化的抽象，而是对具体的物质本身的一种直接的审美。这些在柏拉图看来都是低级趣味，沉迷低级趣味的人是理性被欲望所宰制的人，而能够欣赏高雅艺术的人是反过来的，是理性占据主导的人。理性占据主导的人在柏拉图看来是哲学家，所以高级审美呢是哲学家才有的审美。哲学家的审美是不带肉欲向的，是人类运用精神性的理性去把捉那些同时是精神性的理念的审美活动。所以我们看那些高雅艺术都是一种抽象艺术，他关注的呢不是什么具体的物件，而是关注一种形式上的美感，是透过这个具体的物件去追求一种纯粹精神上的交流。不过呢，柏拉图会认为大部分老百姓的审美其实都是低级趣味，因为他们始终摆脱不了肉欲的裹挟。所以在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中是要搞文艺审查制度的也就是所有文艺作品都要接受审查那些搞低级趣味的短视频统统都要下架，这样才能引导理想国中的老百姓过上一种健康节制的生活。好，这就是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看法。简单总结一下，人的审美品味的高下之分是真实存在的，因为美的理念就是一种客观自在的精神实体。人的审美品味呢会受到肉欲的干扰，因此呢，如果我们要提升自己的审美品味，就要摆脱肉欲的裹挟，通过理性去欣赏纯粹精神性的美感。好，介绍完古希腊哲人的看法，下面我们来介绍康德的看法。康德可以说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品味或者说趣味这个概念的人。他的德语词是 Geschmack 也就是英语中所说的 taste。其实康德也是承认审美品味是有高下之分的，而这一点他和古希腊哲人并无不同。但是对于这个审美品味高下之分产生的形而上学根基，康德和古希腊哲人的看法是不同的。我们之前说了，对于古希腊哲人而言，美是一种客观自在的精神实体，用我们小学时候学过这个词汇来简单概括的话，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但是康德会说，审美并不完全是客观的活动它也有主观的成分在里面对吧？情人眼里出西施，审美毕竟是人在审美。一只红着屁股的雌性猴子对于雄性猴子而言是美的，可是我们人类并不会觉得它有多美。那这是不是说康德把主观因素融入审美以后，审美就变成了一种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相对主义了呢？康德并没有走入审美相对主义，因为虽然人的审美有主观因素，但是人的这个主观因素也就是人心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我们人类关于审美有一种先天的共同感，而这种共同感是所有人身上都一样的。我认为美的东西，你也必然会觉得是美的。为此呢，康德区分了两种审美趣味：反应性的趣味以及反思性的趣味。前一种呢是经验的趣味，必然的趣味；后一种呢是理性的趣味，自由的趣味。第一种趣味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事情，因为这种审美趣味呢，关注的更多是感官上的快适感，简单说也就是为了追求爽。那追求爽感的审美趣味呢，无所谓谁比谁高的问题这就好比说你喜欢吃甜豆腐脑，我喜欢吃咸豆腐脑，这里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不至于争执起来。但是第二种趣味则具有普遍必然性，它要求普遍同意就比如说我觉得周杰伦的歌非常好听我就会期待别人和我有一样的看法。如果有人说周杰伦的歌不好听我就会感觉不服气。
前一种审美趣味关注对象的质料啊，也就是关注具体的内容；后一种审美趣味关注的是对象的形式啊，也就是在抽象层面关注美感的。那相比之下呢，康德认为后一种审美趣味是真正的审美趣味，是纯粹的审美啊。换句话说，也就是后一种审美趣味是更高级的审美。那前一种关注爽感的趣味呢，相对而言就是低级趣味了。那这第二种所谓的自由的审美趣味，它高级在哪儿呢？它是人通过发挥他的想象力，透过艺术品的物质质料啊，也就是透过那些刺激力感官的那些具体内容，进而对艺术品的形式进行把握。那在这种高级的审美中呢，由于审美者脱离了感官和肉欲层面的爽感，因此这种审美呢，它就是没有功利关系的。那审美者之所以欣赏这个对象呢，并非出于个体感官上的偏爱，是脱离私欲的。他不图什么，他的审美并没有目的，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审美本身。因此呢，这种无利害关系、无私欲牵涉、无目的的审美，就是对任何人都是有效的啊！我觉得它是美的，你也必然会觉得它是美的。当你进行这种高级审美的时候，你是漠然的，而不是像饭圈那样是对爱豆的身体的欲望，这是低级趣味啊！用康德的话说，这是一种必然的趣味。那如果你对周杰伦的音乐是出于一种自由的趣味的话，那周杰伦是死是活你是漠不关心的，你处在一种漠然的静观的态度啊，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对周杰伦的歌是不是有这么一种漠然的态度。如果有的话，你可能就是一种高级审美；如果没有的话，你只是在缠周杰伦的身子。由此呢，康德虽然把审美内置到人心的判断力结构，但是他还是站到了和古希腊哲人相类似的立场上。也就是说呢，审美品味的高下之分啊，是取决于你是发挥你的理性去欣赏对象的形式，还是掺杂着感官去欣赏对象的质料。同柏拉图一样，康德认为啊，一个人如果他的审美品味很 low 啊，这说明啊他没有摆脱对感官上的爽感的追求。就比如说你看到米诺斯的维纳斯，或者看到塞尚画的水果图啊，你欣赏到的是一种形式上的美感，那就说明你是在进行高级审美。那相反呢，如果你看到维纳斯勾起了性欲啊，或者看到塞尚的水果图说自己看饿了，那这就是低级趣味了。好，这就是康德关于审美品味鄙视链的看法。康德也会承认审美品味是有高下之分的，只不过呢，其存在的根基呢是类似于人鲜艳的判断力的结构的。好，介绍完康德的看法呢，我们下面来介绍布尔迪厄的看法。在这里插播一段节目说明啊，大问题系列节目并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哲普一些哲学家的观点，我们更多想听听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你是否认为节目中介绍的观点成功的回应了本期大问题？或者你可以发表你认为更好的回应方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问题 Dialectic， 发送审美品味即可收到本期大问题的推送。我们用哲学家第一人称的方式复原了对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我们邀请你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在研讨会中发表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好，参会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波尔迪厄的美学理论是从批判康德的美学理论开始的。康德区分了两种审美品味，并且认为这是有高下之分的，并且这种高下之分呢是真实存在、普遍必然的，因为它是基于人类鲜艳的审美判断力结构。但是波尔迪厄说，哪有什么鲜艳的、普遍必然的审美品味，这些都是后天的。审美品味是一种副产品，它是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波尔迪厄说，哪有什么艺术鉴赏，哪有什么美学本身，有的只有利益，只有资本。康德说审美无功利，但波尔迪厄恰恰就是要说，并不存在什么纯粹的审美领域，审美的作用在于区隔开不同的阶级。这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啊，在传统意义上，阶级区分的标志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啊，简单说也就是财产是钱。那么通过有钱没钱呢，就区分出了上层的资产阶级以及底层的无产阶级。但是现在呢，随着工业化以及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通过有钱没钱来区分阶级啊，已经不那么好使了，对吧？现在的生活消费品十分便宜，巴菲特喝可乐，我们也喝可乐啊；马斯克开特斯拉，我们也买得起特斯拉啊。而且工人阶级也开始持股了，现在谁有钱谁没钱很难从表面上区分开来了啊！你说我家特别有钱，那你也不可能把北京8套房的房本挂在你身上来显示你特别有钱啊，对不对？但是阶级还是需要区分的啊，尤其是上层的资产阶级啊，他们永远有一种需求，想要通过某种方式宣布出来啊，我们和穷人不一样，从而呢巩固现有的阶级秩序和统治秩序。因此这种需求一直是有的。那么既然在经济上这种区分已经模糊化了，这时候就要从品味入手。
大家知道啊，审美品味是一个特别好的用来区分阶级的标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想要获得那种高端的审美品味啊，也就是康德所言的那种抽象的、纯粹的自由品味，你想要获得这种品味，那可不比北京8套房更便宜啊！但是需要长时间的大量的文化资本的投入的。要知道啊，获得这种自由品味啊，并不是说你去书店买2本，就比如说如何看懂高雅艺术，或者说如何正确穿戴奢侈品的书，你读一读就能速成的。就比如说你去博物馆看一幅名画，并不存在一种教科书式的对名画的解读啊，有公式1以及定理2，你只要背下来，然后你就能解读这幅画了，并不存在这种速成学习法。对高雅艺术的感知啊，用波尔迪厄的话说，是出于一种积习啊，也有翻译叫做习性啊，或者惯习啊，是一个拉丁语的词汇 habitus， 意思就是说呢，这种积习是需要你从小接受一种教育和熏陶。这种教育呢，可不是那种实用教育，而是一种无用的教育。它需要你有大量的闲暇，需要你本人长时间为此亲力亲为。这只有当你摆脱了实际生计的考虑，然后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并且呢，你要对这种审美呢，始终要保持一种无功利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才能逐渐培养出这么一种习惯。注意哦，这种所谓的积习或者惯习，可不是上层资产阶级故意在那装叉或者凡尔赛哦，所以它才叫积习或者惯习嘛。它是由于长时间的培养而产生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举手投足间的一种气质和修养。它体现在你日常的谈吐上，它体现在你的做事方式上，它体现在你日常的生活用品上，它甚至体现在你的神情之上。你要是没有长时间沉浸在这种机器中的话，妄图只是通过每天挤公交吃方便面，然后省吃俭用大半年买了一个奢侈品的包，或者说你买比特币突然发财了买了一个奢侈品的包，你也穿不出那个味儿。要知道啊，购买一个奢侈品的包要花的钱，可不仅仅是那个包的定价哦，就比如说10万块钱吧，而是包含了为了能够让你有正确穿戴它的气质而投入的大量的文化资本。这可就不是10万块钱能够搞定的事儿了。所以呢，审美品味就是一个很有效的区分阶级的标志。简单说，就是因为高级的审美品味它非常贵，也只有上层阶级才能负担得起这样的审美配置，而大众不具备这样的审美配置，因而呢，他就不处在这样的积习之中，他就培养不出这样的高级审美品味。拥有这种高级审美品味的一个表现就是，你会对高雅艺术以及高端用品拥有一种解码能力。而你并没有去刻意背诵什么审美解读的公式，但是你就能自然而然地看懂一些高雅艺术，你就能得体地使用一些高端用品，你就能说出一些富人圈的小圈子才能 get 到的审美黑话。大众不具有这样的解码能力，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审美配置，他们呢更会纵情于那种直接的、无需培训的、感情激昂的、大吃大喝式的、被肉欲裹挟了的所谓的低级趣味。波尔迪厄还拿摄影来举了例子啊，上层阶级拍照片，任何对象呢都能拍出美感来，因为这种美感呢不在于拍摄的内容，而在于拍摄的形式。而底层阶级拍照主要是关注所拍摄的具体内容啊，比如说落日啊、美人啊、奇观啊，他们拍照无视方法或风格，认为美就是具体事物的形象。那一边呢是所谓低级的、粗俗的、贪财的、奴性的总之就是自然的享乐。那另一边呢，则是所谓升华的、精致的、无关利害的、优雅的快乐。于是阶级就这样被区分开了。其实波尔迪厄是认可康德关于那种所谓高级的自由品味的描述的也就是一种无功利的对纯粹形式的一种把握。其实这也是和柏拉图所划分的哲学家的精神审美和大众的肉欲审美相通的。只不过呢，柏拉图和康德认为美是自在的它要么自在于理念世界，要么自在于人心。而波尔迪厄认为美是不自在的，美是不存在的，美是被建构出来的，美是上层阶级用来把自身和大众区隔开来的这么一种标志。这就是波尔迪厄的看法。本期大问题节目关于审美品味要介绍的3种解答已经介绍完了。简单总结一下，以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审美品味的高下之分是真实存在的，因为美是一种客观自在的规律或理念，而审美的高下之分就在于对这个理念的把抓的程度。康德认为审美品味的高下之分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不同于古希腊哲学家，康德认为其真实存在的根基是内在于人类鲜艳的审美判断力结构的。博尔迪厄认为审美品味的高下之分不是真实存在的，它是被建构出来的，它是阶级斗争的副产品。今天介绍的这3派哲学家的看法，你更认同哪一个呢？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大问题呢，还可以进一步概括为：美究竟是一种独立自在的存在，还是一种权力运行的副产品？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当你看到一个美的东西的时候无论它是一幅画、一首曲子，或者说生活中的一个物件，你觉得它是美的，它真的是美的吗？
它显现出来的这种美感是源自于这个对象自身，还是源自于你有一颗爱美之心，还是说你只是被权力洗脑了而相信它是美的？这个问题或许见仁见智，你可以用心感受一下，然后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